好，让这个狗先过。好，过来，过去。好，让你过。好，你先过。好，小黑请。好，你请。好，你先过。好，你先过。好，你先过去。好了，你先过去了，就不用再吵我们了，也不要吼我们了啊。在湖南一处山顶上坐落着一个古老古村落。进村虽是水泥路面，但是大部分路程却是要攀爬近70-80度的陡坡，稍有不注意便会滚下山崖。在上山途中，我们偶遇了清理山体、滑坡的施工队伍。道路旁的一只黑狗一直不停地吠叫，清亮的叫声划破深山寂静。当我们走进古村，才发现如今仅有3位老人留守在这里。他们和我们讲述起这个村子的往事。村内老房子大多坍塌荒废，仅余下几间土屋。往日里村落人丁兴旺，可随着住户陆续迁出，慢慢衰败，村子变得非常冷清。如今偌大的古村落就只剩几位老人守在这山林老屋，在孤寂的山野里过着安静自在的生活。现在这阵阵犬吠变成了这村落里为数不多的鲜活气息，为落寞古镇平添了一丝烟火气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澜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谢谢安澜。今天我来到了一个群山环绕的地方，在我对面那座山上啊，竟然还拉了电线，而且还通了一条泥巴公路，直通山顶。但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，它是一条水泥公路，但是都快有70-80度的陡坡了。那么到底是谁愿意住在这样陡的山顶上呢？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走上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看看对面那座山的山坡上，还有山脚下，全部是一条泥巴路。但是呢，泥巴路的旁边呢，都拉了电线杆，一直通到山的顶上去。我们现在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还住在那个对面高山上。我们哪天呢，再去对面去造访一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呢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高山。因为这个电线杆呢，一直沿着山顶上延伸，而且这条路面呢还是水泥路，但是非常的陡峭，车子应该是可以开上来。但是我们想想，防止上面啊停车啊，或者是让车不方便，就会比较麻烦。因为这个路面太陡了，70-80度的陡坡，而且路面呢也就只有1车宽。万一对向要来车就会很麻烦，旁边没有让车的地方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先徒步走上去看一看，因为距离也不远，也就1-2公里的路程。上面通过地图上看呢，只有1户人家。正常情况政府不会为了单独1户人家去打水泥路面的，而且这个距离还不短，2公里的路程。不是超级有钱的人铺设这样的水泥路面，普通人家是没有这个资金去做的。而且这个路面水泥宽度是3米宽，因为从山脚下卷上来，全程都是陡坡，没有一处平坦的地方，而且没有废车的地方，所以不敢冒这个险。哎呀，夏天就是知了叫个不停。这上面应该是普通人家居住的，
只有2箱电。哎呀，累呀！我听说五步蛇最喜欢钻到这种干草这里。靠边，来车了。哦，这里是挖掘机，还有狗。这是个工厂啊。不是，挖那个沙土的。哦，挖沙土啊。这狗凶不？啊？这狗凶不？不凶。啊，问题不大。这山都要挖空啊。哦。这以前是山体滑坡了吗？我的天！外面是一层石头，里面就土了。它不会滑下来吗？这司机有2把刷子哦，好危险的嘞！肯定危险。这样子供下来哦，好陡峭的，是不是？这人艺高人胆大呀！啊，幸好我们没有开车来，对不对？要开车来，都没地方让车了。是的。也没地方停车，而且这里到处都是山体滑坡，要是跑进来就麻烦了。这个狗还是有点怕人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下杆子，它就会转头就跑。是的，你不要去捉弄这个狗，它也不会，你看跟在我们后面，它也不吼了，没关系，就让它跟着我们吧，做我们的守护神，是不是？这以前都还是田呢。这个狗一直跟在我们后面，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过来，小黑，小黑，快来，快点过来，赶过来，笑死我了，快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看看，四周群山环绕，这边全部是竹林。这里我发现了一只很奇怪的毛毛虫。你就是看到这些动植物走不动路了。好，抓紧，我们先看看这个山上唯一的房子，看看还有没有人住在这里面。但是正常这么好的水泥路面，应该是有人会住在这上面。啊，里面还有狗。哎，看到房子。啊，好多狗哎！等一下，汪汪队来了。啊，这里是做养殖。狗仗群势啊！本次导航结束，你在路上特别安心呢。啊，这是养殖户。好多小狗，没太大。不怕。狗仗群势。一栋泥头房。看看有没有种植庄稼呀？不跑。不来了，过来。它就喜欢躲在别人屁股后面走。好，让这个狗先过。好，过来，过去。好，让你过。好，你先过。好，小黑请。好，你请。好，你先过。好，你先过。好，你先过去。好了，你先过去了，就不用再吵我们了，也不要吼我们了啊。这里还不止一栋泥头房嘞。哦，这里好多泥头房。也开始吼我们了。我刚刚已经让你了啊，不要再吼我们了啊。你走里面。
这样子看起来里面没有人住不准跟了。着我们。好，不用跟着我们啦。歇一歇，歇一歇，歇一歇。我们不是坏人啊。还有2位老人家住这里面啊。他一直跟着我们。这里面就你们2位老人家住这里啊？听不清啊。好，我们待会儿下来。这狗是你养的吗？哦。啊，下面2家人养的。养那么多狗。这里都还住了2、3户人呢。专门这条水泥路面特意为你们打的。我说刚刚上来的这条水泥路特意为你们打的。政府帮你们打的，这是个好地方。年轻人基本上都在外面哦。是哦，这个房子有多少年的了80年进的。 ？1980几年，那不有40多年了？那有。这以前是你的主屋了。你在这上面是准备养殖东西还是什么？没有什么东西，在我们附近有个金矿。哦，在这里帮别人挖金子了，在金子矿上班了。这些竹子是别人砍的了。我砍的。啊，现在竹子还值点钱呢。好多人，我看到好多山里面专门有人去砍竹子，好多。他们搞过去一般都是做筷子还是干嘛？没有。哦，专门就是卖给别人。卖人家了。哦。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？哪个？这个啊？这个。嗯。这个是手机用的。信号放大器吧？信号放大器。但是山顶上没信号啊。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。装一个这样的东西，就一直就要强一些了。多少钱呢？200多块钱。这个你信号会很强吗？要放在那个机器旁边才有用。手机放在机器旁边了。哦，但是你手机隔得远的就没信号。隔了几米就没用了。我以为这山上信号应该还蛮好啊，这么山的顶上了，相当于。我们这里不好。啊，以前这里住的人多不多？还是说就只有这些房子的人家住？不，以前住的人好多。很多房子都倒了了。山上都是。那山顶上都还有房子啊？以前啊？都倒的了，泥头房。是。现在就只有这些房子还留在这里。他们都出去了，没人管你，他就倒了。对，只要2、3年没住人就倒了。你吼得不累吗？看着你也渴啦，去喝点水啦，歇一歇啦。坐一下我。啊，行，谢谢。你看看，热得你气喘吁吁，跟着我们一路吼上来。休息休息，去休息去休息，歇一歇。坐一下休息一下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这路上都看过来，没看到有田呢。田以前有，现在。那些田就种在哪里了？这旁边只有这一点点山沟啊。旁边一点点呗，那山后面还有。哦，那土就是到山顶上搞了。那边。在那边，那不是好远哦。是啊。那你的这点田，那不是好累啊？那是几十年没种田了。你看其他的狗在家里面好好休息，你非要出来凑热闹。跑得这么累啊！你看他在这里喝水了，想在里面喝水，看到没有？我知道你要喝水。好，来，让你来喝水，你来喝水，不打扰你来喝水了。被蚊子蛰得要死。是的啦。你又不喝水，又在这里吼。喝。我操！啊，这狗你是看着它养大的，所以它就，很亲你了。他们家养了3条狗吧？养了3条狗。中间那个我养了1条，2条。啊。我有的时候走了，我又没养什么东西。哦。哇，这个山上以前生活不容易啊。以前是
这么宽的小路，啊哪有这么宽？可以上摩托车，啊，只能骑摩托嘛，小车是肯定是不现实嘛。小车来不了。哦，以前修路的时候，他那个交通局他就不让走那个老路啊。啊，就把老路给废掉了。哎，他走老路就怕那个修路的时候那个石头滚下去了，滚到那个山底下去了。啊，会那个油路上面去了。是啊，那就会飞死机上啊，那就好危险了。是。那以前这里住的有70-80人吗？这一片10来户人家哦。 10来户人家，那就100来口人了。接近100来口人了。要60多口人吧。啊。那人住的还不是很多。不多，他地方太小了。你住太多了，住不下了。那是的了，因为这里就只有这一个小山凹了。然后山顶上可能还有一点点地方。就上面2家。上面只有2户人家了。现在肯定已经没有房子了嘛。没有了。现在就只有这里有1栋、2栋、3栋、4栋，加你这栋5栋。这里1栋了，中间还有1栋了，那里还有1栋了。哦，那2位老人家应该是在这里养老了。这2位啊？哎，那肯定的。是的啦，儿女们肯定都是在外面发财去了。本来在这个地方我们住习惯来是蛮舒服的。是的。水也蛮好。是的。空气也好。是的，是的。那个泥头房还是蛮凉快的。对，泥头房我去过很多山里面的泥头房，走进去我跟你讲，就像空调房一样，立马就降温。你就是像这么热的天，我们就是晚上呢还要盖被子。啊，是啊。哎，站在这里你不过去了，你又惹了果舅，你没看到他在这里。我都说了，你住到那个里面，狗就喜欢欺负小孩，爸爸都说过，你坐到里面，它就什么都不管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它就不叫了，它就喜欢欺负小孩。蚊子都被狗引过来了。是的呀。以前就是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不？应该都是慢慢都是搬出去了了。搬出去有20年了不？有20几年了。哦。交通不方便，信号不好，没办法。这个大山里面学校又没有。对，山里面肯定学校都是不方便。都是没办法的，你想出去为了小孩子读书嘛？基本上都是为了孩子读书。再一个老年人呢就医、生活，再一个再住在这个山里面，你这个地方搞养殖不知道会怎么样啊？搞养殖不好搞。这里啊？因为这个地方太小了。对你这个地方面积不是很大，你要是下山真的就会打滑，直接会搞得山下下。下雪的时候不走不了，你想骑车啊，开车是没有办法。是的啦。你只能走路，走路都小心小心。走路都会一直滚下去，真的要滚下去。下雪还是不是？下雪没问题啊，就要结丁点冰就会滚下去嘛。你这个坡是这么陡的啦，是吧？当初这个路也估计也没办法挖的比较平啊。平不了啊。这个山太陡了，太高了。是。主要是山太高了。就是这2个老人家还开荒种了一点菜了。他们种的菜。哦，就他们2个老人家一起住在这里吗？啊。那家还有一个。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？也快70岁了。那就是3个老年人住这里啊。哎，那还有个伴还不错啊。那里面有蚊子咬你吗？今天那么好，没蚊子咬你啊？没有啊。特别容易招蚊子的。酸性的人就是招蚊子。是啊，你这房子里面结构还算比较牢固哎。我看起来还没有怎么有开裂的迹象哦。一般般了。是的，你这里还不错的啦。你还没怎么打理，都还这么牢固。主要是就是赚不到什么钱，我这个赚了点钱，我就要把它弄一下。又跑这里来。是的。盖好。是的。你把这个瓦片清一下，把这个木料稍微翻一下，再做一下粉砂，你这里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。因为你这里现在路通了嘛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们这个当地政府还真不错，为了你们这么3、4个人修这么条水泥路面，真的已经很可以了。
那以前住在这里边5、60口人，应该还算是有点热闹了，也不能说太热闹，最起码比那么2、3户人家住在一个深山老林里还是强一点。那以前是每天晚上白天都蛮热闹。你做小孩子的时候了，哎，他因为只有这么一个大的地只方，有这么大个地方玩，有这么多人吧？对，你们也没有其他地方去玩。那你以前上学不是很远嘛？到江昆那里，小人滩走路4公里走路4、5公里。啊，走路4、5公里就是走一点小山路嘛，我们以前是走这个地方下去，就走这个山顶上的一条小路嘛，哎，下去小雪山，小雪山那里又翻过另外一座山哎，到了。就到了，对，就是要走山嘛，走过一座山，再一座山就到了。读中学的时候就走这边。啊，就走这边，走中学，走这边山，走到另外那座山去又要。哎，都好。小学在这座山，初中到这座山。哎，哎呀，我天，谢谢。那好吧，我们回去吧，有蚊子咬了。有蚊子。对，我在那个屋子里面，一只蚊子都没飞进来过。这么好吗？这么神奇吗？我们是没蚊子啊我家女儿特别招蚊子咬。哦，你们家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没有。你不是走到哪个地方都蚊子跟着你咬吗？但是我在那里确实没有蚊子咬啊。哎，怎么回事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也没有喷花露水。啊，你们家里这肯定有哪个东西就有防蚊的，或者是有蚊子不让进屋。没有，我反正晚上点一蚊香。我们女孩子就是在太阳底下，她都有蚊子跟着她咬。但是她今天很奇怪，就在你家里居然没听说她有蚊子咬你，很奇怪嘛啊？是不是到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奇怪的事情、很神奇的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我就生怕它咬我。不会，你刚刚欺负她了，她肯定就会吼一下你吧。这里头养了好多鸡。吃晚了饭没有？来来，吃晚饭了吧？听不到，我不敢去你们家，太多狗了，狗一直在吼着，我们就不敢去你家了。在奶奶家里看看，这个外墙做了粉刷，对不对？嗯。这里就几栋房子，那边还有一位老人住，这里是3个老人住在这里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不进去了，2条狗一直吼着，没办法交流。然后奶奶呢，这个耳朵听力也不是特别好，到时候吵得耳朵都震麻了。刚刚跟这位大哥交流的时候，耳朵都没消停过，被这2只狗咬的，太吼了。看这只狗。看另外一只狗很听话，是不是？很温顺。我带我女儿今天到山里面来玩。干啥？啊，我带我女儿到山里面来玩。你们是在这里面养老了？养老年龄多大了？有80岁了吧啊，87了个。 ？87了。哎，爷爷呢？ 87了。他87。奶奶你呢？我就70了，女的。啊，70多了。哎呀，身体健康哦。不好。祝你们健康长寿啊！身体不好，越活越年轻。这是我女儿。我的女儿。对吧爷爷好，爷爷奶奶好。哎，最好让你。对你们好。对你蛮好。就开的车子停在山脚下。啊。因为这上面幸好没有开车上来。要是开车上来，那个下面不是山体滑坡了吗？哎。那里有挖土机，还有好多车停在路边，上不来。上不来，所以幸好是走路上来的，要不然就很麻烦了。啊，那头是办好。明天就上学了。哦。明天就要上学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回家了。对，你们现在有水泥路面了，还是方便多了。哎。要是没有水泥路面，真的出行不方便。哎，住的好地位哎。这个地方是好地方。好地位哦。啊。以后你们儿孙满堂，越活越年轻，发大财啊！太随性了啊，传不出去了。刚刚我跟那个上面的大哥说，他说这里传不出去有10-20年了。啊，都出去给他压新了。那爷爷，你那个房子有几十年了？我房子啊。啊。哎，我爸有了。有40-50年了吧？哎，有爸有个。那栋房子还有人住？哎，
哦，还有一个人住。你这里有3、4个人，还可以做一下饭。 4个人去了。哎，还很好的，很好很好。好啊，爷爷奶奶，我们回家了啊！祝你们身体健康啊，健康长寿，健康长寿。也回来啥后？啊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也回来啥后？啊，对对。啊，那爷爷奶奶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呀，你看你看你们这2个狗在打架。哎呀，没想到住在这里的并不是什么有钱的大老板，也不是养殖户，这里以前是一个古村落。 但是现在只住了3位老人和1位年轻的伯伯。老人在这里养老，年轻的伯伯也只是暂时的住在这里。他们生活在这里，过得有滋有味。这里空气清新，山清水秀。那么好啦，这期的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